Hello，大家好，这是有关于 Greyhound 电影讲解 Part 2。如果大家都看过了 Greyhound 这部电影，有一段 Tom Hanks 说了一句 Zigzag 的航行模式，那是什么来的呢？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课题。那什么是曲折式航行呢？当时的护航船队是由战船和商船组成。当他们在海上航行到一段时间后，航行方向就改变，然后航行到一段时间后，航行方向又再次改变。这样的不断改变航行方向的模式，就这样不断持续的重复着，这样就叫做曲折式航行。那么问题来了，护航队是由很多的船只组成，这么大规模的护航船队，他们是如何的有效来互相协调呢？不要忘了，我的上一个视频有讲解到，他们之间的沟通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忘了，可以去复习。如果每个船只都不能在同一时间里、同个时候一起改变航行方向，就会有两个问题。第一，就会造成有一些船只会互相相撞的风险。第二，就会造成一些的船只被掉队的情况发生。那么被掉队的船只就会失去照应，就很危险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当时就使用了 Zigzag Control Clock。那些有关于曲折式航行的细节，比如什么时候开始曲折式的航行，方向改变的角度，方向改变的间隔时间，都是护航队出发之前都拟定好的策略。这个 Zigzag Control Clock 就会根据拟定好的策略，在出发前就预先设置好了，而且每个 Zigzag Control Clock 都需要同步矫正好了以后，然后发放给每一个船只。那么当所有的船只开始曲折式航行时，这里我是假设 Zigzag Control Clock 是每1个小时就会响一次，从下午3点开始曲折式的航行。那么到了下午3点 Zigzag Control Clock 就会响起，那么船只们就要根据之前拟定好的策略，同时改变相同的方向，然后航行。1个小时后 Zigzag Control Clock 又会再次响起，那么船只们又要根据之前拟定好的策略，同时改变相同的方向，然后航行。这样的航行模式有好几个缺点。第一，就是相当的吃力，需要每个水手们极力的配合，才能够顺利的航行。第二，就是非常的耗时，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目的地。那为什么他们当时需要这么麻烦，采用这样的航行模式呢？那么这样的曲折式航行，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混淆敌军潜水艇，让敌军没有办法知道护航队的确实路线。那么敌军潜水艇就不能够很好的发出正确护航队们的航行方向和位置，给附近的其他敌军潜水艇知道。这样敌军潜水艇的狼群策略在协调上就增加了难度。第二，就是希望能够闪避或增加敌军潜水艇发射鱼雷的难度。有一些资料显示，比较高度复杂的曲折式的航行模式，方向改变的间隔时间是每3到5分钟就换一次。敌军潜水艇的军官是需要时间来准确地算出护航队船只的方向和航行的速度，才能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角度向护航队的船只发射鱼雷。那么护航队曲折式的航行模式就发挥了防御作用，让敌军潜水艇的军官算不到准确发射鱼雷的角度。就这样，曲折式的航行模式就增加了敌军潜水艇发射鱼雷的难度。好了，这个视频就到了尾声。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按赞、分享，还要按小铃铛，还要 subscribe 我的频道。谢谢观赏。